我老公离过3次婚，每一次都是因为婆婆这个老阴阳人。她给第一任儿媳炖补汤，汤里是儿媳养了8年的爱犬，给第2任儿媳办庆祝会，可那天是对方父亲的忌日，跟第3任儿媳聊天谈心，背地里把儿媳的秘密告诉所有人。知情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嫁进这个火坑，可我离过5次婚，把5个恶婆婆都气改嫁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新婆婆，你会是第6个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结婚第1天，一大早婆婆就包了饺子，属于北方人的最高待遇，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桌上的4盘饺子，3盘歪瓜裂枣，唯独我座位前的那一盘，不仅用粉色盘子装着，饺子也个个包得很好看，明晃晃就是有问题。我也不是冤枉婆婆，老公之前离过3次婚，每一任前妻最后都落了个不孝顺婆婆的坏名声，导致那3人现在也没嫁出去，反倒是婆婆成了无辜可怜的大好人。亲朋好友都心疼婆婆的遭遇，信她不如信我是秦始皇，谁家好人能逼走3个儿媳妇啊？估计限我一直没动筷子。婆婆开了群视频，瞬间5个姨，1个舅妈，加上婆婆，7个老太太的脸对准我。大姨眼睛放光，桂芳，你对你儿媳妇真好。我说你怎么凌晨3点给我发消息？原来是早起包饺子啊。啧啧，这饺子一看就香。然然赶紧吃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别辜负你婆婆一片心意。我低头想着怎么把饺子推出去的时候，婆婆突然伸过手来，手指上的3个伤口还在流血，恰到好处的让我和手机上的亲戚都看到。然然要是不喜欢，妈再重新给你做就行。话音落下的时候，连公公和老公都看向我，包括那些亲戚，每个人的眼里都是对我不知好歹的鄙视和厌恶。看来今天这盘饺子必须得吃了。我用筷子夹了一小块，先看里面的馅，像是椒瓜肉馅的，闻着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普通的肉味。难道我想多了？心里难得升起的愧疚心，在我把饺子吃进嘴里后，立刻消失不见，一股比屎味还刺激的味道直冲我天灵盖，脑子里只剩下2个字：傻逼。是骂我蠢，竟然信婆婆，也是骂婆婆。这饺子馅太歹毒了，苦瓜和生姜2种最邪恶的食物凑到一起，效果堪比生化武器。生姜不愧能伪装成任何食物，泡了肉汤，装肉馅，难吃的馅料里再加上致死量的盐，又苦又辣又咸。不过嚼了一下，我眼泪都逼出来了。我想起自己曾经结过5次婚，很倒霉的遇上5个不好惹的恶婆婆。那时候我没哭，后来恶婆婆想收拾我，被我反击回去，到最后我把他们气改嫁了，自己也没高兴哭。可今天真有点受不了了，这口气我必须得出，心里把婆婆的祖宗18代问候个遍，可我脸上一点多余的表情也没有。借着用纸巾擦嘴，我把饺子吐了，抬起头，眼里闪着泪花看向婆婆。妈，您包的饺子也太好吃了。一句话把婆婆说愣了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有福自己先想，有难谁也别想好。所以我笑眯眯看向公公，叫了他一声，冲他比了个张大嘴巴啊的动作。公公下意识跟着我照做，
我立刻抢了老公周凡的筷子，夹了一个苦瓜浆水饺塞公公嘴里。公公下意识咀嚼，没2下就掐住自己脖子，张嘴想吐出来。我赶紧说：爸，你是想吐吗？你觉得妈做的饺子难吃？公公艰难摇头，默默把嘴巴闭上，一副命很苦的样子。咽下去的时候噎得他翻白眼，差点没翻回来。我把自己剩下的那大半个饺子快速塞到周凡嘴里，还贴心地帮他合上下巴。周凡五官皱到一起，每咀嚼一下，五官就皱紧一次。偏偏因为我看着，他还不敢吐。咽下去后，连喝2大杯水还在那干呕。喝完第3杯水，打了个饱嗝，生怕我再喂他，小心翼翼对我说：老婆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好啊，那接下来就该我的好婆婆了。我喂不死她。我端起剩下的饺子，走到婆婆身旁，蹲下，抢过她的筷子，一脸虔诚地夹起一个饺子，对到婆婆嘴边：妈，你也吃。婆婆身子使劲往后退，想避开我。我把脸凑到她的手机前：各位姨姨、舅妈，我妈一早就这么辛苦包饺子，给我的还是独一份最好的。妈疼我，但我不能不守规矩啊。这个家妈才是最大的，所以要吃最好的东西。我的话听得群里亲戚脸都红了，一个个恨不得举双手双脚同意。桂芳，你这儿媳妇娶得好啊，比前面那几个好多了。你赶紧吃吧，有了冉冉，你以后终于能享上儿媳妇孝顺的福喽。那可不，我肯定会孝顺婆婆，我孝顺不死她。群里人七嘴八舌，都开始夸奖我。知道真相的婆婆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到最后她默忍住，想开口说话。我抓住机会，夹了个最大的苦瓜浆饺子扔婆婆嘴里，看我妈吃得多香啊！既然妈喜欢这种馅的饺子，以后我天天做，每天都喂您吃，也欢迎各位姨和舅妈监督我啊。这话又迎来一阵好评，群里的6个老太太快把我夸出花来了。只有饭桌上坐着的3个人同时打了个寒战，都是一副吃了屎的表情。婆婆借口喝水想跑，我立刻伸手拿过杯子喂她喝。她自己也知道这饺子不是人吃的，直接混着水把饺子生吞了。那正好，她刚吃完，我就塞了第2个饺子进去。我一手端碗，一手死死按住婆婆的膝盖，就是不让她起来。婆婆被迫连吃2个饺子，脸都憋红了，眼底是淡淡的死意。活该。我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你们看，吃完饺子我妈脸色都变好了。妈您快张嘴，今天这些饺子我都喂给您。婆婆想狡辩2句，可刚要说话就干呕出来。我挡在她面前，对着手机上的亲戚说，我妈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操心我们婚事都瘦了，再不好好吃饭，我实在是担心她的身体啊。各位也帮我劝劝吧。群里的亲戚一听，纷纷叫嚣着，婆婆不吃完就不挂断视频了。到最后10几个苦瓜浆饺子全进了婆婆的肚子。关掉视频后，婆婆都懒得装了，一把推开我，冲到厕所就去吐。吐到最后，她一个脱力，脸差点栽进马桶里。都这样了，她还不忘回头死死瞪我。我回给她一个灿烂的笑容，战绩可查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故意找了个借口出门，毕竟早上这一出，周家3人肯定有话要说。随便进了家咖啡店，我拿手机调出偷安在客厅里的监控。此时3人都板着脸坐沙发上，公公正在质问婆婆，小凡都结4次婚了，你还想让他结几次？我这张老脸都快丢完了。饺子的事我希望是最后一次，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？周凡也跟着说，妈，
我很喜欢徐然，要是他受了欺负跟我离婚，那我再也不娶了。我立刻出家。婆婆的脸都绿了，面容扭曲，好几次想开口，估计莫编好理由，又闭嘴，整整沉默几分钟，她才说：我就是看然然最近有点上火，才加的苦瓜。小凡你总说他手脚冰凉，我才想着加些生姜驱寒，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啊。何况之前3个儿媳妇，我对哪个不好了？啧啧，婆婆理由还真多，一个回合下来，我就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贱人。巧了，我专治这种贱人。因为苦瓜饺子的事，周家3人一连几天没胃口，可我吃得喷香，特别是看着对面吃不下饭的婆婆，我胃口大开，能吃2碗饭，毕竟不吃饱，哪有力气对付她啊？这是肯定没完。果然，2天后，手机上的监控发来提醒，婆婆趁家里没人，在我和老公的主卧里安上了摄像头。我不清楚她到底想干什么，但一个当婆婆的，在儿子儿媳卧室偷安摄像头，一看就莫憋什么好屁。我立刻找主管请假，先去实体店买了最高清的摄像头，还带有夜视功能，干啥都能拍得清清楚楚。看监控，家里现在没人，我立刻带着安装师傅回去，把摄像头安在婆婆和公公的卧室里。不管婆婆想干什么，反正她敢用监控搞事情，我就能让她遭报应。安完摄像头，我把人送走，限时间还早，干脆在外面逛街。没想到刚买完淀粉肠，抬头就看见公公和一个陌生女人从酒店出来。我赶紧戴好口罩，压低帽檐，偷偷凑上去。公公拉着女人的手走到车前，女人扶着腰，这酒店的床太软了，躺得我腰疼，还没你家的床舒服，下次还是去你家吧。公公赶紧答应，没忍住又亲了女人一口。女人娇笑着轻拍公公胸口，两人抱着滚进车里。本来我还想一会买个西瓜吃，现在不用买了。大瓜啊，只要一想到我刚在公婆卧室安了摄像头，我就想笑，总觉得马上要爆发家庭大战，真是太刺激了。也不知道婆婆知道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反应。之后的几天，每天早上我和周凡从主卧出来时，婆婆看向我的眼神都很奇怪，带着恶意，更多的是得意，一副小人得逞的嘴脸。我每次都假装不知情，还讨好的冲婆婆笑，见她高兴，我心里更爽了。反正这几天我什么也没做，跟周凡盖着棉被纯聊天，就算换衣服，都是去卫生间换好再出来。婆婆估计也默看摄像头，一直没发现问题，可脸上越来越得意。很快我就知道她想干食魔了。1周后，我下班回家，看见5个姨、1个舅妈加上婆婆，7张老菊花脸坐在客厅等着我。婆婆很热心招待我坐下，还说不用做饭，等会出去吃。她努力压住自己上扬的嘴角，憋着笑说：然然是年轻人，估计也不喜欢听我们这些老婆子说话，还是一起看电视吧。说完这句，她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。来了来了，这是要作妖了。果然，电视刚打开，画面炸裂的差点把我看瞎了。100寸荧幕上，一对男女正在做不可描述的运动，两人都背对摄像头，看不清样子，可我一下就猜到两人的身份，立刻垂下头不敢再看，有些太禁忌了。婆婆还在那装无辜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监控啊？咦，这不是小凡和冉冉吗？天哪，遥控器不管用了，关不掉啊！你们都别看了，我儿子儿媳妇感情好，做这事也正常。婆婆嘴上说着不让看，
可声音都发颤，快笑出声来了。她还在那自以为是评价电视上的我。然然，你的皮肤看起来有点皱啊，怎么还看着这么黑？你年纪轻轻，胸都快垂到肚子了，这可不行。妈下午带你去做保养。我死死抓着衣服，身体微微发抖，憋笑快憋死我了。婆婆以为我是羞的，说话更是肆无忌惮。然然，年轻人也要注意身体啊，都2次了，你怎么还不知满足？让小凡吃药呢？这样可不好。旁边的亲戚都跟着批判我。然然啊，咱们当女人的得矜持要脸，你跟个妖精似的缠着小凡一直要，没看出来你私下这么骚啊？我看以后这方面得让贵方管着你们，必须得控制次数。还有人说，看小凡这上赶着的样子，跟偷吃似的。不得不说，他真像了。算下时间，公公马上回来，有好戏看了。这回我也知道婆婆打的什么坏主意，她想偷拍我和周凡做那事，然后播放给亲戚看。在座的老太太都是大嘴巴，说话也莫下限。私密事要是被这些人看见，再评价几句，心理素质不好的想跳楼的心都有了。这日子谁还过得下去啊？要是婆婆再借机管上我们的造人计划，那想想就崩溃。也幸好上面的人根本不是我，也不是周凡。身后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回头看见公公脸色铁青站在那里，旁边有个砸烂的西瓜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上那对狗男女的脸也终于露了出来，一个是公公，另一个就是我上次看见的那个小三。全场寂静一片，婆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出现在我的脸上。我微笑看向她，发出灵魂拷问：妈，你这是在捉爸的奸吗？婆婆脸上第一次这么慌张无措。我不是，我以为……我心里冷笑。她以为监控拍下的是我和周凡的房间，以为电视上的女人是我呗。我的卧室和婆婆的本就装修相似，加上我这几天故意打理，连4件套都换成跟婆婆很像的。现在2个房间从外观来看，几乎没有区别。婆婆默认出来也正常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早就说过，她敢用监控搞事情，我就让她遭报应。我直接打断婆婆的话，指着她手里的遥控器。刚才我一下班，您就拉我看电视。妈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爸出轨的事了？今天特地叫来姨姨和舅妈，一起帮你出口气。公公听到这个，看婆婆的眼神恨不得当场撕了她。戴姨也恍然大悟，她一拍大腿：贵方这种大事你早说啊，咱们姐妹里怎么就出了你这个软柿子？心疼完婆婆，她转头就开始骂公公：周文华，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，那老女人的皮都皱成苦瓜了，你还跟个哈巴狗似的在那舔，吃了药才5分钟2次，那小三找你也是倒霉。公公已经气红温了，偏偏他什么都没法说，毕竟电视上还在播放他的运动视频。我看见他的眼底全是绝望，还有对婆婆的滔天恨意。公公上前抢过遥控器，把电视关上，拽着婆婆的胳膊就往书房拉。我也很懂事的把大姨们都打发走。送他们到电梯口时，我故意说：姨姨舅妈，今天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密啊，我爸肯定不想传出去。至于我妈，她也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就当今天什么都莫发生吧。几个姨舅妈互相对视几眼，看那邪恶的小眼神，我就知道计划成了。果然第2天，公公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接电话，隔着老远，我都听见电话里的谩骂声，全是骂他出轨，眼光还不好的。我赶紧跑出家门，在楼道里嗑瓜子，看客厅监控，看见公公气得扇了婆婆一巴掌。陈桂芳，
你他妈冲我装什么啊？知道老子为石魔出轨吗？就是受不了你这个装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周凡之前那3个老婆，就是被你欺负走的。你不就是想让这个家永远以你为中心，不能有人撼动你的地位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手别伸这么长，再敢管老子的事，我就休了你。公公离开后，婆婆坐在地上使劲捶沙发，咬着牙一遍遍喊我的名字，那架势是真把我当仇人了。都2次了，她还不吃教训，又想对付我。事情发展到这份上，估计下次就是憋大招了。既然如此，也该我出手了。我花重金买了几个广场舞音响，分给社区里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们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更高兴。那些音响到时可是能派上大用场。这次我请全社区吃瓜。自从出轨事件后，公公很少回家，婆婆也变得沉默，可她总是会盯着我看。好几次突然冲到我面前，刚想说话，周凡又碰巧回家，他只能作罢。这天周凡出差，我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家里只有我和婆婆2个人。婆婆直接过来，连句话都不说，抢了我的手机就关机了。全程我没有任何反抗，谁说只有手机才能录音收音的？婆婆居高临下瞪着我，脸上都是恨意。徐然，赢了我2次，你很得意吧？她冷笑一声，你以为和小凡领了证，你俩就真能过一辈子了吗？我能让他离婚3次，就能离第4次，到时我保证你名声坏透，再也嫁不出去。我低头掩盖住眼底的冷意，假装害怕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开玩笑对吧？婆婆昂着下巴，瞥了我一眼。周凡的3个前妻，到现在一个都没嫁出去，就连本地的红娘公司都不做他们的生意，因为一个不孝顺婆婆被离婚的儿媳妇，就是个没人要的垃圾。可实际上，他们3个都很孝顺，变成这样是我做的。可能是婆婆这会气狠了，也可能是为了让我害怕，她把怎么欺负3任儿媳妇的事全说了出来。第1任儿媳小张怀孕后，婆婆给她炖汤补身体，哄着她把1碗肉汤吃光，婆婆才告诉对方真相。这肉是小张养了8年的爱犬，精心喂养的狗和市场的肉狗就是不一样，真好吃。儿媳妇你也多吃点，说不定这狗还能投胎到你肚子，当你儿子呢。婆婆为了证明她说的话，把杀狗的视频给小张看，小张当场崩溃，伸手想打婆婆，可脚下一滑，摔到地上流产了。这事被婆婆传出去成了。小张怀孕，因为婆婆炖汤不好喝，就发脾气，自己撞没了肚子。第2任儿媳小李是单亲家庭，没有爸爸，婆婆借着关心小李，趁机扑耳人家，说其实周凡很介意她没爸爸。小李哪里做的让婆婆不如意，婆婆就说都是因为她没有爸爸教才会这样，长期言语打压，让小李越来越乖巧听话。周凡都有点喜欢了，几次在婆婆面前偏向小李，婆婆不乐意了，就放大招。她随便找了件小李身上的好事，说给他庆祝，故意选在小李爸爸忌日这天，带着小李去 KTV 唱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话里话外用没爸爸这事刺激小李。小李气得当场骂婆婆，你真恶心。可等离婚后，被婆婆传出来的事，婆婆好心给小李庆祝，就因为没买金镯子，小李嫌弃1世廉价，大骂婆婆是畜生。第3任儿媳小王也是真惨，婆婆故意跟对方套近乎，还说不做婆媳做好朋友。她经常跟小王谈心，小王单纯，真信了婆婆，把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婆婆。小王上学的时候，生病吃的药里有激素，他变成胖子，
因为这个被同学霸凌欺负，还按着她的头喝厕所水。小王好不容易准备放下过去，可婆婆私下里把这事告诉了所有人，包括周家的亲戚，还有小王的同事和朋友。小王社死，受不了打击，抑郁症复发。婆婆还动不动在小王面前提霸凌的事。有次小王实在受不了，在婆婆面前动了刀子，不过刀尖是朝向她自己的。可等离婚后传出来的事，小王想杀婆婆，所以婆婆是真贱啊。3件事听得我火大，甚至后悔前面对婆婆下手轻了。炖狗那个，我5个前婆婆里，有一个也用这招对付过我。前婆婆把我养了很久的宠物兔子做成麻辣兔肉，还故意等我吃完才告诉我。我并没有怪她，只是偷偷又买了只一样的兔子。等半夜前婆婆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把兔子放出来。那天晚上，前婆婆的惨叫声，半个社区都听见了。这事没完，前婆婆晚上吓得睡不着，只能白天睡。我就趁她午睡的时候，把兔子放她床上。前婆婆睡着，感觉胸口压得难受，睁开眼，是一张放大的兔子脸。她吓得都喊不出声来了，直接晕过去。之后她非说家里有鬼，请了不少道士，不到半个月就暴瘦10斤。也是从那时候，我立志当这些恶婆婆的报应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婆婆一张老脸猛地凑到我眼前，吓我一跳。她声音阴森森的：“徐然，他们3个莫惹我，我都能让他们毁了名声。你坑了我2次，这次我让你死。”耳边是死字的回音。婆婆愣了下，以为是自己说话声音大才有回音，并莫当回事。她没有发现外面广场舞音乐早就停了。其实现在整个社区都回荡着她说话的声音，刚才所有话全社区人都听见了。我看向婆婆身后的阳台，对面楼上耳背的董婆婆，这回都打开窗户四处张望。婆婆她啊，要出名了。婆婆还没反应过来外面到底发生什么，她继续威胁我：现在我老公出轨，已经3天没回家，以后我只有小凡了，我不允许再有人跟我抢他。徐然，你说儿媳妇为了争宠，逼着婆婆跳楼，能不能让周凡跟你离婚啊？听说今天附近还有新闻采访，到时候你上了电视，所有人都认识你，这辈子你别想嫁出去。说完，她转身冲到阳台，一条腿搭在栏杆上，回头大声冲我喊：然然，要是只有我死，你才能好好对我儿子，那我就去死吧。说着做事往栏杆外面爬。我慢慢走近婆婆，脸上假装害怕。婆婆冷笑：今天我可死不了，但是徐然你死定了。此时我们俩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婆婆回荡在社区里的声音也越来越大：你死定了，死定了。听着一阵阵回音，婆婆终于反应过来，哪里不对劲。她从栏杆上下来，还想往屋里躲，我直接拦住她，根本不给她反悔的机会，放声大喊：快来人啊，我婆婆要跳楼了。妈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，你下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次我的声音更大，别说我们社区，估计隔壁社区都听到了。对面楼站在阳台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婆婆一张老脸苍白成纸，吓得瘫坐到地上。好几次她闭上眼睛，估计想逃避现实死一下。楼下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都来了，领舞的刘奶奶拿着喇叭朝婆婆大喊：陈桂芳，你不是想污蔑你儿媳妇闹自杀吗？那就跳吧，你今天要是真敢跳下去，你儿媳妇肯定就嫁不出去了。快跳啊！另一个人拿过喇叭：老东西，刚才你给你儿媳妇说的话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你不是想要记者吗？
我们帮你请过来了，人家记者跟我们一样，所有的话都听见了，到时候保证如实报道你怎么欺负4个儿媳妇的事，让全国人都知道，你这个恶婆婆。婆婆这才看见楼下那个对准她的摄像机，尖叫一声，晕倒了。婆婆因为情绪激动，加上过度惊吓，高血压犯了，还引起一些并发症，喜提住院。她醒来时，看见周凡，下意识撒谎：儿子，冉冉只是对我说话重了点，妈没事的，你回去千万别怪她，都到这份上了。他还想着挑唆我和周凡的感情，自以为这个理由很完美，根本没发现周凡越来越黑的脸色。周凡气得甩开婆婆的手：妈，你别装了，你和我老婆说的话，我在楼下都听见了，真没想到你这么坏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婆婆身后的仪器显示她血压飙升，都发警报了。我站在角落，靠着墙，默默看婆婆的笑话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周凡出差前要回家一趟，不然我怎么会待在家里给婆婆机会呢？周凡走过来，一脸深情拉起我的手：老婆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人，以后我会加倍对你好，补偿你。婆婆被刺激的从床上坐起来，她一脸受伤：儿子，我……周凡直接打断她：妈，别再让我二选一了，就算选，我也会选冉冉。你要是受不了就去住养老院，反正现在家里也没人欢迎你。婆婆捂着心脏，浑身颤抖，重重倒在床上。周凡连眼皮也没抬一下。门口传来动静，来人说了声：我同意。是公公。他板着脸走进病房，站在婆婆身旁：陈桂芳，现在全社区都知道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了，老子的脸算是丢尽了。我回家一趟被人看了一路的笑话，那些人还说我能娶你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公公拿出手机，举到婆婆眼前：看见咱家门口这3个锦旗么？是你之前那3个儿媳妇家里送来的，人家专门感谢你。又蠢又坏，自曝自己干的丑事，害了人家的清白，还说等他们结婚再给你发请帖呢。你可是大恩人。公公胳膊上的青筋暴起：陈桂芳，你给老子睁眼看锦旗上的字，恶有恶报，你的报应来了，现在就是你的报应。我立刻拿起身边的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让婆婆全面感受她的报应。调到本地新闻频道，恰好在报道婆婆的事。此时安静的病房里，记者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晰。婆婆为了折腾儿媳假跳楼，社区广场舞音响现场直播，揭露背后真相。电视上，婆婆正假模假样爬栏杆，脚始终踩在最下面那一格，保证自己掉不下去。她脸上是奸计得逞的胜利笑容，怎么看都贱兮兮的。此时在看病床上的婆婆，面如死灰，一直掉眼泪，看我的眼神都凶不起来了。住院的这几天，婆婆一直很安静，不跟任何人说话，直到周凡去给她办出院手续的时候，她突然拉住我：徐冉，我不会让周凡和你离婚了，我同意你做我的儿媳妇。可她脸上的笑，怎么看都很怪异，绝对没好事。果然，婆婆下一句说的是：现在我是你婆婆，我生病了，你必须要照顾我，回去我就让你辞职，以后你就在我身边伺候一辈子吧。她边说边笑，就好像这是一个能收拾我的绝妙主意。既然你是周凡媳妇，那我就是你妈，别管我之前怎么对你，孝顺自己妈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回去我就天天直播你照顾我，照顾不好让人网暴你。我脸上表情不变，还乖巧应了句：都听妈的。这下婆婆笑不出来了，她怪异看了我好一会，才重新鼓起勇气：
继续嘴硬，这次不管怎么样，我肯定能收拾你。我辈分大你一级，一个孝字，就能永远把你踩在脚底下。这话真说对了，辈分大一级，当长辈就是了不起。所以我把婆婆的婆婆也接回来了，她这回应该已经到家了，就让老公奶奶来结束这一切吧。估计这回婆婆真得气改嫁了。婆婆对此毫不知情，刚进家门，我蹲下换鞋的时候，她就迫不及待把脚伸我面前。徐然，赶紧跪下给我换拖鞋。客厅里突然传来动静，一个矫健的老太太冲过来，下一秒，大耳刮子就扇婆婆脸上了。老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欺负我孙媳妇？说着，她又打了婆婆一巴掌。我不在，你反了天了，还想抓我儿子奸？今天老娘就把你脑子里的废水删出去，省得你不知道这个家谁是大小王。我起身的时候，看见婆婆的脸已经肿成猪头了，她那张老脸上巴掌印泛红凸起，怎么看都很搞笑。婆婆受不住打，捂着脸开始躲，还趁机拿出一本病历。妈，我现在有病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老公奶奶撇着嘴，使劲翻了个大白眼，一天天的瞎矫情，要是没治好你能出院。说完抬手又给了婆婆一巴掌，还从身后掏出5本病历，看清楚，老娘也有病，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必须得照顾好我。我已经搬进来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活都是你的，你还得把我孙媳妇然然伺候好。她要备孕，等我80大寿给我生个重孙子抱呢。婆婆面容扭曲，刚想说话，奶奶又扇了她一巴掌。陈桂芳，以后你要再敢整些有的没的，我就让文华跟你离婚，到时候我也学你，出去使劲败坏你的名声，保证没一个老头会要你，你就等着捡垃圾饿死吧。耳边全是奶奶骂婆婆的声音，听得我浑身舒畅。我进屋坐在沙发上，抚摸着平坦的肚子。妈，我渴了，要喝45度的水，太冷太烫对孩子不好。婆婆站在原地不动，奶奶一巴掌就把她扇进身后的厨房。还不快去，我看你就是欠抽。婆婆红着眼，幽怨地看向周凡，你就看着你妈这么被欺负吗？小凡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们才应该是最亲近的。周凡赶紧站到我身旁表明立场。妈，你少说这种话，你这么坏，没人跟你是一边的。我使劲看向天花板，不能笑，千万不能笑出来。这时，公公带着小三上门了。妈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带小美来看看你。小美最善良了，跟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不一样。婆婆突然开始抓扯自己的头发，受不了你们了，我要离婚，我要改嫁，我不伺候了，今天先干死你个臭婊子。说着她就扑过去打小三。公公想要护住小三，被婆婆一起揍了。周文华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？你都出轨了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不好过，都别想好过，给我死！她伸着长指甲，挠到公公脸上，这可把奶奶心疼坏了，嚎叫着扑过去，想保护自己儿子，也被婆婆揍了。4个人打成一团，都最后是敌是友都不管了，只一味的攻击。4人的脸上身上都添了不少伤口。周凡给我拿来话梅味的瓜子嗑，算他贴心。婆婆打架可比任何电视剧都好看。我瓜子吃得正香，眼前又冒出一堆存折和卡，最下面压着的是几本房产证。周凡坐到我身边，现在我家这样，让你受委屈了，这是我所有的钱，以后都给你，随便花。房子我周姨带你去过户，以后这里是你的房子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
这个家，你是最大的。我放下瓜子，赶紧收下这些意外之喜。至于和周凡的以后，我从来没有患得患失，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也有养活自己的实力。第二天，公公和婆婆俩人骂骂咧咧去民政局办离婚了。我和周凡也从家里搬出来，开始我们自己的小日子，没有恶婆婆的好日子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